你好，我是 Alex 阿力。那么今天这个美国公布的 CPI 的数据啊，让市场呢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应不仅仅是币圈呢血流成河，整个美股市场呢也是在熔断的边缘呢不断的试探，创下了2020年6月份以来最大的单日的跌幅，很多朋友都亏得不想说话啊。那么今天美股啊蒸发了1.6万亿美元的市值，那么币圈呢也是蒸发了600亿美元。那么我们今天就好好聊一下这个该死的 CPI 为什么会带来如此大的杀伤力，那么到底国际形势啊还能影响这个币圈多久？那么这是我们第一部分要讨论的内容。那么节目的第二部分呢，我们使用链上数据来分析一下目前蓄势待发的以太坊的即将到来的这个合并啊，那个合并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那么我们顺便也看一下这个暴跌之中啊，鲸鱼们到底在干什么，在对比特币做了些什么事情。好，我是 Alex 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视频呢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的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在电报有个会员群那么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内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来咨询进群的方式。那我昨天晚上没有时间做视频在这个免费的电报群发了这么一条消息我是这么说的，那么今天没时间做视频了，大家注意美西时间明天早上5点30分的 CPI 的数据，市场会有巨幅震荡前面几期视频也提到了祝大家都发财吧，那这是我这么说的。那没进免费电报群的朋友可以在视频下方找到链接进群交流今天早上5点半我并没有定闹钟，也没有及时醒来，一直就睡到9点钟。那么为什么我会如此的先理的呢？因为我已经猜到了这个剧情这么说你可能不信大家看这个截图，这是我在临睡之前在会员群发的通知让大家在拉高的时候出货。那么今天的这个 CPI 数据出来之前确实有一段的拉盘虽然幅度不大，但是你在那个时候跑路也是非常舒服的。好，那么我们说回这个 CPI 的数据到底怎么回事吧。根据官方的数据美国8月末季调 CPI 年率是 8.3%， 预期呢是 8.1%前值是 8.5%， 也就是7月份的。那么美国8月末季调核心 CPI 的年率呢是 6.3%， 而前值呢是 5.9%而预期是 6.1%。 那出问题呢就出在了高于预期，核心的 CPI 不仅是高于预期，还比前值高已经是非常接近今年3月份的这个高点了这是很致命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什么是核心的 CPI。 那核心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是衡量除食品和能源之外的这个消费品和劳务价格的指标。那我们老朋友应该都记得，我之前专门讲过一期节目来分析美国 CPI 数据很难降下去那是因为俄乌战争导致的粮食和石油的价格上涨。那么美国的政府也很清楚将这两个很难降下去的指数剔除出去之后，得到一个核心 CPI 的数据，那没想到8月份还是增长了，那就说明加息加了半年了到现在的成效呢还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才会有声音说9月份的加息的基数可能会达到100个基点也就是下周的加息这个会议那么这才是市场最担心的事情。那所以才出现了今天这个美股和币圈的双双的下跌其实说实话，即便是加息100个基点通胀也是非常难降下去的。那这个题呢是无解的，整个世界呢都在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那我们看到英国的通胀的数据是 10.1%， 欧洲的通胀呢是 9.1%，加拿大为了缓解通胀下低收入人群的压力这个刚刚总统特鲁多宣布放水45亿加元来资助低收入的人群不知道这个美国的民主党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动作。那根据历史数据民主党在连续56年以来都保持了中期选举的时候让美股上涨的这个势头那会不会在接近11月份的时候来一波宽松或者是间接性的放水呢？与此同时那我们也看到这两个男人进行面基了，那是不是又在琢磨什么战争方面的事情呢？我们不得而知总之2022年的一切都很糟糕。那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已经是谷底了，怎么走都是往上，但是呢不排除走着走着再下一个坡谨防黑
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比如说目前不确定的这个台海的危机啊，比如说这个俄乌战争啊，一旦有一方动用了核武器，甚至说啊欧洲的能源危机带来的社会动乱啊，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欧洲啊，这个天然气管道被掐断了，那马上就要冬天了，那很多家庭呢是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呢去买电啊，这个电费也是接连的上涨。那万一出现这种黑天鹅怎么办呢？啊，一定要留够足够的子弹，在黑天鹅出现的时候啊，再全部打出去。那我们讲这个国际大环境啊，一定不能忽略一个人，就是 Elon Musk。那这哥们儿呢，在2天前就发推文警示美联储啊，说你们再加息啊，就会引发通缩了。哎，这条推文我刚刚去查呢，已经被他删掉了。我不知道这个马斯克是不是又比我们提前5步知道了什么不应该知道的消息，但是马斯克呢很早就警示过啊，恶性通胀啊，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会不会说他又猜对了什么呢？所以说接下来的这个世界的走向，会是什么样子呢？很难猜。那通货紧缩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可以参考日本呢最近30年的样子啊，那就是说大家都不消费、不结婚、不生孩子啊，不社交、不出门，做宅男宅女啊，天天待在家里面去打游戏。那这倒是啊会促进元宇宙的发展啊。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多关注一些这个 Web3 的大公司做出来的这种游戏了啊。接下来我们聊一下今天的下半部分内容啊，以太坊啊马上就要合并完成了啊，可能还有10几个小时。链上数据显示出来的大部分人在做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看这张图片啊。在9月11日到12日这2天啊，净流入交易所的 ETH 分别呢是28万枚和35万枚，加起来呢有64万2700余枚。我们大家也都了解过，流入到交易所呢意味着他们要准备抛售，否则的话放在冷钱包或者是去官网做节点，它质押它不香嘛啊。我们把时间线拉开，这样的事情呢在2020年的312暴跌和2021年521暴跌之前都发生过。不同的是呢，我们看下面的图片，跟前2次相对比呢，现货流入到交易所的量呢并不大。我们看到 ETH 衍生品流入的总量啊，看这个图片，那这2天流入的 ETH 衍生品总量呢是62万枚啊。这里的衍生品啊，包括一些借币、一些抵押后的这个 ETH 等等吧，或者是加了杠杆的 ETH 都给统计进去了。而且最关键的是啊，市场上做空 ETH 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大，资金费率都是负值了，那说明目前合约期货市场普遍看跌以太坊的合并。那会不会是这些普遍看空 ETH 合并的人会不会被大资金去挤压空头呢？会不会发生这种 squeeze short 的事情呢？一切皆有可能啊。如果说这样的话，我们就看笑话。但是呢，市场一旦形成了集体看空的合力，那以太坊在近期啊可就风险非常大了，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吧。作为对比啊，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一下比特币啊，你会发现 CPI 数据出来之后，虽然比特币价格下降了，但是净流出交易所的比特币巨幅的增长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流出交易所就流入到冷钱包里面，就意味着短期之内这帮人呢，他不会将比特币卖掉。我认为呢，这一方面呢，跟做空以太坊的集体力量有关系啊。很多人这个时候呢，担心以太坊的风险大，就把以太坊换成比特币进行避险。另一方面呢，很多 POW 的支持者这个时候觉得比特币更加的珍贵吧。如果说大家对于近期的一些动态不好把握的话，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啊，多看少动啊。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的话，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